好，来，咱们还是画一个3尺整张。3尺整张啊，3尺整张大家都知道是多大的吗？50乘100，对的，是100乘以50，这个是3尺整张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。这一幅我们看一下能画多少朵花呢？想在这里先画一朵花哈，先画一朵，然后再画一朵，然后这里可以出来一些一组叶子啊，或者是嫩芽，叶子。好，这里一组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来一个花苞出来，然后这一边我们看情况啊，看这一边呢我们就画高。就是我们一幅作品中，像我每次到现场去啊，现场给大家一起示范的时候，我们画作品就叫大家画的有高低错落就可以。这里可以画2朵，可以画1朵，就是我们就要看当时的这个空间啊，这个空间多，咱们就画2朵。空间多我们会画2、3朵，空间少的话我们画1朵。这个3尺的话，我们稍微如果画这样子的构图，基本上是一个4尺的构图。稍微有一点紧凑啊，当然你在这个空间这里还可以，这个地方还可以画一个石头，这个里面后面还可以画一个石头，我们待会儿看情况啊，看情况要不要画。所以说这里如果空间不够的话，我们这里就画1朵花哈，就画1朵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不能勉强，不能说我们这里。我想要画4朵啊，想要画5朵，那3尺的纸它画不下那么多，我们就画1朵啊。这个暂定我现在是构图，大概是这样子，2朵放在这里，但实际上我们画可能就是画1朵在这里啊，因为要按照这个实际上的空间来去画。好，颜色我们来找几朵花来一起分解一下颜色。那底色我们还是定好是这个太白哈，太白3绿。还有这个胭脂，来看一下，我找了有一些花来。咱们今天可以先画这一朵，我觉得这一朵挺好看的。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啊，看一下有没有2朵在一起的。2朵在一起，直接画2朵在一起的也可以。比如说这2朵在一起，要不我们就直接先画这2朵在一起的哈，一前一后。来，你们拿镜给大家可以先解一下屏，3、2、1，来3、2、1，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组成？4尺可以吗？你可以用4尺的话，把花画大一些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大家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用一点点，可以用一点点朱砂，也可以不用哈，用一点朱砂吧，朱砂、玫瑰红。牡丹红、胭脂、辅助颜色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这个，看一下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什么颜色呢？用一点这个橄榄绿吧，用一点橄榄绿，少少的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，那我们先来调一下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先来调一下这个颜色。我们首先来调底色。好，我们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调底色啊，首先来调底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啊。
好，然后我们加水来调和啊，加水来调和。来，这个是太白、三氯和胭脂，我们加水。加水的话，调成这个纯牛奶状。就是我们画浅色的，可以把它调成比纯牛奶要稠一点点啊。如果我们画深色的，可以跟纯牛奶差不多。但是画浅色一定要稠一点，这个颜色才会好啊，才调的才这个就不会水分太大了。浅色的如果水分太大了，你干了之后就感觉这个颜色就会有一点虚，就整朵花就是虚的。因为我们一朵花里面不仅是要虚的，我们还要实的，要有虚有实，有对比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底色我们稍微调的干一点呢，因为我们这个花的这个这个是导锦哈，这一朵也是导锦。导锦的浅色这一部分啊，浅色这部分特别的浅。可以多加一点点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在调色的时候尽量多加一点三氯和胭脂，因为你们在镜头里面看可能会觉得很浅，实际上现场，因为我每次到现场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每个人调的这个底色都是太稀了，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太浅了，就是加了三氯和胭脂不太敢加。可能说我这样估计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稍微比这个镜头上看的稍微多加一点点哈，比镜头看的这个颜色稍微再多加一点点啊，大胆一点的去加，好，让它加到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区别啊，你再多加一点进来也没有关系啊，深一点没有关系，不要太浅了。好，然后底色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底色它比纯牛奶稍微要浓一点点啊，就稍微要浓一点点来。这个浓稀度你要自己慢慢去掌控，就是你要多去尝试啊，多去尝试。然后我们的新朋友一定要多去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前面部分啊，调色问题解答的那几部分。都讲得非常仔细，在前面就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这调色的这个问题。接着加多了发灰，没有老师的花头亮，你不要加太多了啊，不要加太多，你加太多了，那可能就会暗了。就是我叫你多加一点，也要适当多加一点，适当多加一点，你不要。几大坨放进去了，好，这个是朱砂，少一点朱砂哈，少一点朱砂，然后玫瑰红，来，这个是玫瑰红，还有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。牡丹红，还有这个胭脂，我们说辅助颜色用一点点橄榄绿，那我们挤一点点橄榄绿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这个浅色的这一块啊。这朵花我们也可以先画浅色这一块，然后我们可以画2支笔啊，可以一支笔深色，一支笔浅色。好，这个朱砂我们少一点点，不要太多了，薄薄的一层哈，调一点点。我们调的时候笔还是尽量贴着盘子调，来，薄薄的一层贴着盘子调，尽量把颜色往上调上一点啊，晕上来一点点。不要只把颜色只放在笔尖上，
橄榄绿有橄榄绿啊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薄薄的一点哈，不要调多了。这个浅色部分就是颜色特别浅啊。好，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沾一点点玫瑰红，不要太多了。我们调色一定要有耐心，调久一点，调慢一点哈，调久一点，调慢一点。然后笔尖再去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、牡丹红啊，说错了，调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哎，颜色可以了，颜色很亮啊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很轻薄，很亮，可以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创作。好，这个是3尺整张的纸，我们先还是对折一下啊，对折一下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我们这样子好安排这个花的位置。好，找一下中线的位置哈，找一下中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第一朵花就大概定一个位置啊，在这个左边画这个第一朵花。好。来，我们继续来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来，有一点侧面啊，稍微有一点点侧面的这种感觉。好。笔尖还是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我们前面颜色还有的情况下，我们就直接补充这个笔尖上的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就可以了。万一笔尖上其他的颜色没有了，笔肚上的颜色没有了，我们再补充其他的颜色。好，笔尖再来一点点哈，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这里的这个层次不够明显，加一点点颜色进来，加一点点进来，不然这个没有层次了。好，再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啊，玫瑰红啊，玫瑰红、牡丹红，笔尖稍微加一丁点哈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每一层的这个层次稍微要有一点区别，尽量不要把每一层的这个花瓣都画成一样大。一定要画出它的这个大小变化，你看一层大一层小啊，有各种层次的变化，它才会更好看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干哈，当你觉得有点干的时候，我们就去稍微补充一点点底色，来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啊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。好，来先调一点朱砂，然后调一个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笔尖沾一丁点这个牡丹红啊，不要太多了，一定是一丁点哈，一丁点啊，少少的一丁点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包起来一个反瓣，哎，笔尖上感觉有一点不均匀，再调一下。你看这一笔下来，这里有一点不够均匀的地方。就是如果不均匀的话，我们一下笔就能感觉得出来，所以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点，好，一个大的后面再来一个小的，一大一小，尽量这些反瓣尽量不要平行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这个牡丹红，来再来这里在下面再来一个反瓣啊。这个可以宽一点啊，让它有宽有窄，有宽有窄。好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。
啊，这里花瓣可以稍微的碎一点点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但是颜色会越来越重一点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颜色有这个深浅的这个变化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再来加一些碎一点的花瓣，小一点的花瓣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上面这里多来一些这种浅色的花瓣啊，浅色的花瓣。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让它的花瓣显得有一点点碎啊，有一点点碎。我们稍微画小一点，看到吗？今天我们画的时候稍微把笔收着一点，没有画太大，因为想多画一点花上来。如果想我们一张纸3尺的一张纸上想多画几朵，我们就得要把这个花稍微收着一点啊，用笔稍微不要按的那么下。如果说你这一个花瓣把笔整个按下去了，就是我们用大笔的优点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大笔你可以画小，又可以画大，你把它提着一点哈，不要按太下了，花瓣不要都太大了，我们这个花就小一点。如果说你把这个笔按下一点，花瓣画大，它就大一些，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大的笔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里来一个浅色的花瓣啊。这里来一个浅色花瓣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这个底色放一下，它会沉淀，我们稍微把它摇晃一下哈，把它摇晃一下，然后用笔肚去轻轻的蘸一点哈，轻轻的蘸一点，不要蘸太多，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啊。来蘸了这个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先调这个朱砂哈，薄薄的调一层这个朱砂，薄薄的调一层朱砂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可以调深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先要把这浅色部分的这个里面的正半先补上。调了朱砂，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笔尖上去调一点点牡丹红。笔尖上调一点点牡丹红，颜色我们画浅色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调少一点颜色，一定要少的颜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来补充里面的正半，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、牡丹红啊，牡丹红，直接补稍微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把里面的这个咱们把它缺口里面的这个正半先把它补上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笔尖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就感觉这里有一些地方调的不够均匀，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去调久一点点，把这个颜色调均匀。好，把这些缺口里面的这个正半都把它补上去啊，把正半都补上去。好，来补充正半啊，侧锋行笔，沿着前面的一个花瓣的边缘走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。
好，后面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大一点点哈，大一点点把它包过来，包过来。但是我们这个笔要有一点动作啊，不要太圆乎了。这个花瓣尽量让它不要太圆了。来，我们这些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缺口直接加上一些这个碎的花瓣呢，或者是颜色都可以。颜色没有调均匀，可以复一下笔啊。就有的时候颜色确实没有调得太均匀，大家一定要调久一点哈。调色一定不要一定要有耐心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我们这个浅色的先画这一些哈。那我接下来画一些深色的花瓣了。那我们可以换一支笔啊，就是你不想把笔洗来洗去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用一支笔啊，用一支笔你就把它等它用了深色又去洗掉，这样就比较麻烦。最好是用2支笔，就是你们可以买一套笔，然后再加一支花头的笔，这样子去买啊，就是有2支花头笔，然后一套笔再加一支花头笔，2支花头笔，因为有的时候要画2种颜色，可以2支笔来用。好，我们把这支笔去洗一下，每次用的时候，你先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咱们再去调色啊。你也可以先调一层底色，但是这个底色并不是我们要用。为什么要调一层底色呢？调一层底色，我们是为了把它放在这个笔根上，因为笔根上它是光是有水的话，它很容易这个颜色会水分很大。我们先调一层底色，然后我们去把笔洗掉啊，洗这个什么？洗前面这一段啊，洗前面这一段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细节上一定要听清楚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的时候。洗一下，来再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洗了的状态。你看前面这里是不是已经洗干净了？是没有底色了。后面根部是有一点点，我们就留一点点啊。然后我们来调色啊，调深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深的颜色我们就要把颜色大胆的调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调多一点颜色，深色地方一定要调多一点颜色，调饱满一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不要太细致，一点点的调。我在现场，就我到现场去面授，我发现大家有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有一个问题是不敢调色，就是这个笔的幅度很小啊，就这样子一点点的调。其实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胆一点啊，大胆一点，把它放开来。调多一点点。来调多一点哈，家人们一定要把颜色调饱满。如果万一你的颜色调的不够饱满，你刚开始调的时候发现这个颜色确实很鲜艳，也很深，因为它有水，加上水，它确实颜色就比较深。然后你画在纸上，它也很深，但是你隔一会儿它干了之后，它就变浅了，因为你的颜色不够饱满。你如果说够饱满，它干了也不会变浅啊。来调久一点哈，一定要调久一点，耐心一点，要调细致、调均匀，这个颜色画出来这个花瓣才好看。我们画小写意一定要有耐心，咱们不是画大写意啊，画大写意你可以放开来去画，那我们画小写意就是要有耐心。那如果说你想画大写意，那小写意也是你的基础啊。小写意你画好了，你再去画大写意，你才知道这个花啊。你都连花的这个结构都不了解，你怎么能画得好呢？所以小写意就是了解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。好，笔尖上调胭脂哈。好，这里面来一个花瓣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深色。来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再来加一点胭脂。
好，一层一层的这个花瓣啊，层次要有变化，要有大小的这个变化，尽量不要太圆了。我们画这个花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变化啊，一直在强调的这个变化，大家一定要记得。好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然后笔尖稍微补充一丁点这个胭脂。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用的胭脂不是很多，稍微少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反瓣啊。一层，我们后面可以再来加一层小的，2层。这个的话，大小相同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大一点点，让它有区别，2个有区别，尽量不要2个一样大。画完一个案例，这个还是第一朵花哈。现在大家能看到花心的位置啊。花心大概在这个，大概在这里啊，花心大概在这里。来这里还要继续画一些花瓣啊。好，笔尖还是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胭脂啊，笔尖要有深色的。来，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再调一点，我在镜头下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在镜头下不是现场，所以因为在镜头上看的没有那么真实，所以我在镜头下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是特别慢的，我都是放着慢动作，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得清楚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哈。好，加点水进来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加点水。好，我们现在颜色再调深一点啊，还是这个深色的，再调深一点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胭脂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哈，胭脂一定要调久一点，调均匀一点。好，侧锋行笔，像补充正瓣，侧锋行笔，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侧锋行笔这样子走过来。哎，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调的不够好，
为什么不够好？你看这一节是深的，这一节是浅的，颜色没有调上去，这个花瓣是调的不够好的。那我们要怎么调？我们要再把颜色往上调，往上调一点点哈，再把颜色把笔睡在盘子里，再往上调一点点哈，往上调一点，在笔尖再来蘸胭脂。可能刚刚笔肚上的颜色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去补充，这个玫瑰红和牡丹红，直接补充了胭脂，所以导致这个花瓣就直接前面一节这个胭脂啊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出来一点点啊，出来一点点。这个花瓣也可以再大一点点啊。把这个大一点，让它形成一个对比关系，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个缺口里面再继续补上这个深色的正瓣啊。笔上有一点点干啊，有一点干，但是不是很影响。好，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深色的花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是补充这个浅色的啊，还是去补充浅色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画浅色，深色我们先就画这么多啊。它是一朵深浅相交结的一朵花。那我们现在换一支笔，换这支浅色的笔。浅色笔我们在画之前，还是先来把这个底色蘸一下。把它摇一下，把它摇一下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这个颜色擦一下，这个朱砂都被挡住了，朱砂都被挡住，看不见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来先调一点点这个颜色，不要调太多，调一点朱砂。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来补充它的这个颜色，补充这个花瓣啊。来，笔尖上在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这个花它深浅相交结，补充一点点，笔尖上在盘子的边缘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来补充一丁点颜色，在盘子的边缘去补充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来慢慢去把这朵花继续来延伸它的花瓣。基本上后面全部都是用的这个浅色的。来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轻轻的蘸一下这个底色，然后我们继续来补充这个花瓣啊。我们先画这一边的，花瓣稍微浅一点啊。我们先画这一边，还是一样，先调一点朱砂。这个时候我们画的花瓣要有点大啊，稍微大一点。我们把颜色调上一点，调到整个笔肚，把这个笔睡在盘子里啊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去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一定要调到整个笔肚上去。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或者是调这个玫瑰红，你调不到，你直接调这个牡丹红也是可以的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调这个玫瑰红，就调牡丹红也行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来这边
来一个大的花瓣啊，先把这边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为什么一个大花瓣我们分几笔去把它完成？其实反着的花瓣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画，有一点不太好画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，一个大花瓣，然后我们一个大花瓣基本上把整个笔肚上的底色都用完了，我们又要蘸底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又要蘸底色了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继续调这个朱砂，调朱砂，薄薄的调一层朱砂。来，再调这个牡丹红，调这个牡丹红。然后这个上面再来一个花瓣啊，我看一下这个上面需不需要来，上面先不画，先不画，后面再来画，后面再看情况来加。来，底下的花瓣我们就加一点胭脂哈，底下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底下这个花瓣加一点胭脂进来，调点胭脂进来。好，这里再画一个大花瓣。好，这里的话稍微短一点的，我们笔尖上其实不要那么深，如果太深了，你可以划掉啊，在这个废纸上稍微划掉一点点，划掉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让它有一点重叠，这两个花瓣有一点重叠。好，这种缺口不好看，我们把它灭掉，因为这个缺口感觉三个差不多是吧？三个差不多，我们把这个缺口这里灭掉它，不要让它三个缺口差不多。哎，这个灭的有一点不太好看啊，灭的有点不太好看，整理一下，稍微把边缘整理一下。这里也是啊，这个边缘稍微整理一下。好，然后回一下笔啊，像这些地方缺口的地方，稍微用笔尖剩余的这个颜色回一下笔，不要太明显了，稍微的回一下笔。你看这大花瓣和这小花瓣的它的一个对比关系啊，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里的花瓣怎么去补充，怎么去补充。好，我们笔上现在又干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看这个笔，这个花头画一片这个大花瓣，笔上就干了。我们又要去蘸底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又要蘸底色啦。来，把它摇一下。每次我们尽量去摇一下，为什么摇一下？因为底色它会沉淀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会沉淀的。我们把它摇一摇。摇一摇哈，然后我们继续调一点这个朱砂，调一点朱砂，浅色画底色要调稠还是细？要稠一点啊，要稠一点。来，先调这个，先还是调一层这个朱砂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。这个时候浅色花瓣，不管是调玫瑰红和牡丹红都行哈。没有太大问题，然后底下花瓣啊，底下的稍微加一点胭脂啊，加点胭脂，底下这些花瓣稍微的颜色会深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胭脂进来啊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点胭脂哈。这两个反瓣里面，我们先来补充一点点正瓣进来。好，这两个反瓣我们先来补充一点正瓣，
然后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可以伸出来一个花瓣啊，感觉笔上的颜色啊，水分不太足。本来一个花瓣画一个大花瓣，基本上它的颜色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刚刚还补充了2个小花瓣，所以感觉水分不太充足。笔尖上的这个胭脂呢，你看这里胭脂一定不要成一条线哈，不要让它成一条线，一定要有慢慢的过渡哈，由深到浅的这种过渡。好，来回一下笔，这个笔尖用这个深色稍微的回一下笔哈。好，这个慢慢的越来越小，有一点重叠的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花瓣底下的花瓣稍微比上面的要深一个度，看到了吗？慢慢的越来越稍微深一点点哈，慢慢稍微深一点，一定要整朵花，你一定要看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。你看这里是比这些花瓣啊，比这些花瓣是要深一点点，所以颜色在慢慢的变化，知道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我们又要该蘸底色了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啊，一下子不要蘸太多了啊，一下不要蘸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啊？我们这个缺口这里先补充一个花瓣。我们先来，还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调那个朱砂啊，朱砂已经在后面，不调也行，不调也没有关系。调一点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调一丁点胭脂啊，不要调太多了。少少的这个胭脂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花瓣。来，这里来一个花瓣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再来看哪里需要有花瓣啊，一步步的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就去哪里去补充。来，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哈，这个缺口再来一个花瓣。我们最后的花瓣一定要小心，要看整体的外形哈。一定要看外形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前面就大胆的画，但是到后面一定要细致啊，小心的去看着它的外形去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笔上先蘸一点底色，好，蘸完底色之后，底下的花瓣我们加一点点这个橄榄绿啊，先加一点橄榄绿进来。这个橄榄绿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颜色再稍微有一点区别哈，我们加一点橄榄绿进来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底下的花瓣我们加一丁点橄榄绿，把这个橄榄绿拉出来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去啊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红色。红色不管是这个玫瑰红啊、牡丹红啊都行哈。然后还是调一点点胭脂，调一丁点胭脂在笔尖上啊，调一丁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啊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好，在这个花瓣再继续啊，继续延伸大一点啊，往前叠加慢一点。你看我在镜头下都是慢动作，慢动作，希望每一个家人们都看得清楚，我每一个动作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后面再来一个啊，后面再来一层，后面来一层。来，我们先补充一点底色。
好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最后的这个花瓣稍微深一点哈，胭脂稍微多一点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来一个花瓣啊。哇，这一笔稍微长了一点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啊。慢慢的去延伸哈，慢慢的去延伸，重叠一点啊，重叠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，好，这个花瓣看一下有多长，想要长一点也可以加长一点，不想要这么长就这么长就好了。慢慢去整理，一定要细致。好，然后这个缝隙我们再调一点胭脂进来，再调点胭脂进来，把这个缝隙上填上最深的颜色。这里有个缝隙啊，这里有个缝隙，直接填上，直接把最深的颜色填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来，咱们再来看一下这朵花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再一起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花型。感觉它的这个颜色突然变了，我们扫一点点啊，把这个橄榄绿蘸到笔尖上，扫一点点在这个花瓣上，扫一点点在这个花瓣上，让它从这里慢慢过渡一下，让它过渡一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扫一点点在这几个花瓣这里，让它颜色稍微慢慢的过渡啊，这个绿色加一点点。就不然突然就变了，突然变了。好，扫一点点在其他的旁边的花瓣上，让它稍微的过渡一下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花型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我们笔上沾了一些深色的，我们想要调整上面的这个花瓣，那就太深了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然后重新再调一下这个底色。重新再调一下这个底色哈，一定要细致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一定要细致，一定要每一步都要做细哈。然后我们调一点点笔尖上，就调一点点盘子边缘的这个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啊，一点点。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花型。好，把这里稍微加几个碎花瓣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这里花瓣稍微加一点出来。好，看一下上面这里要不要再加一点出来？笔尖上蘸一丁点颜色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稍微整理一下这个花型啊，稍微把这个花型稍微整理一下。可以反笔去整理也可以啊，正笔正反笔去整理，就是加一些这种碎的这种细节，就不要让它太齐了。加一些这种碎的花瓣的这种感觉进来。好，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感觉这个花瓣中间我们要用最深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朵花它是一个导景，我们要不要把它的导景特征画出来呢？我们可以不用画它的导景特征，真的，因为它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就这样子也挺好看的，就让它是二乔，好不好？不用它变成导景了，好不好？
不要了哈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看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地方，我们再来深色的地方，我们再补深一点，调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点胭脂啊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个深色地方稍微再来提升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也画成一个深色的花瓣，把这个花瓣变成一个深色的。这个调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不要画超了，不要画出来超出这个花瓣的这个范围了。好，这一块啊，这里这一点点也把它加深一点点啊，稍微有一些细节上稍微调整一下，有一些细节稍微调整一下，还看一下有没有哪里需要再调整。好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把花心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，用这个牡丹红和胭脂哈，用牡丹红和胭脂。来，笔上不要太干了，蘸一点水，蘸胭脂，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胭脂把它填上啊。哎，我这个底色里面的这个太白好像多了，我加点藤黄。好，我们调这个花心的颜色，花心是这个藤黄加太白，基本上藤黄是少一点，太白多一点。来，我们画花心分5组啊，底下2组，1组2组，一边1组3组4组，中间1组。好，平均分配5组，然后我们一组一组的去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2组我们可以贴着这个花瓣，因为这2组它这一朵花是有一点侧面的，有点侧面，所以这挨着这边的这2组
好，再来一些跳出来的。好，这个花心就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就是密的地方可以更密啊。亲爱的家人们，点花心，我发现很多家人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点的有点散，就是中间密的地方不够密。就是你点完之后，你看一下中间太多空间了，咱们再去把这些空间再去补一下啊，不一定说你一定要看的中间每一颗都要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跳出来的，你外围跳出来的能看得到就可以了，中间的你就把它尽量加密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在这旁边来一朵，那我们还是先画浅色，还是画一样的颜色，好吧，亲爱的家人们。但是这一朵的话，我们待会儿浅色的如果在一个色调上会觉得没那么好看，我们稍微把这一朵的浅色稍微的深一点点哈，稍微深一点。我们先调这个朱砂，调这个玫瑰红。好，这里在这里啊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色。好，然后这一片花瓣可以宽一点啊，有宽有窄。好，两朵花相交集的地方一定是要小心一点啊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呢。好，画一些这个包起来，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深了，可能是水分大了一点，我们沾掉一点点水分，再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水分哈。你看，控制好水分啊，一定要控制好水分。笔尖再来去补充一丁点颜色。好，花瓣一定是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先把它补上，反瓣里面的正瓣先补上。还是一样，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笔肚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，摇一下，摇一下。如果沉淀了，我们就摇一下，摇一下。先还是调这个朱砂玫瑰红，朱砂玫瑰红。好，补上正瓣啊，补正瓣的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点。
好，补充再深一点啊，稍微浅了一点，正半稍微深一点点。笔尖上又是有一点不够均匀啊，笔尖上不够均匀就会画成一条线啊，就我们一定不要画成一条线去了啊，一定不要画成一条线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这个朱砂玫瑰红，还有这个牡丹红。这个时候颜色可以再深一点哈，牡丹红再多一点点，可以加一点点胭脂，加一点胭脂进来，底下这个花瓣稍微颜色更深一点。好，这是这一块，然后我们要画深色的。画深色，我们换这一支深色的笔，我们颜色要调的更多一些，来把颜色调饱满一些哈，调多调饱满，一定要调多一点哈，一定要舍得用颜料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看整个颜料我都调进来了，看到了吗？整个颜料都调进来了。然后调这个胭脂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就蘸一点水，一定要保持这个笔肚里面是有水分的。好，再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是花心的地方，基本上花心的地方我们画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朵花它不是一个主要的，所以我们画起来就笔上有点干啊，太干了，还是有点干，加点水吧，再加点水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，调一点胭脂。那这边也画一些这种反瓣的这种感觉，少少的这些反瓣。画了反瓣之后，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胭脂多一点，再画这个正瓣，稍微让它有一点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啊。来，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，调多一点胭脂，调多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大的花瓣水分要充足一点点啊。然后其他的花瓣再来补充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，再继续叠加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哈，这朵花在后面啊，这朵花在后面要注意它的层次。好，再来一层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来画浅色的了。接下来又来浅色的了啊，浅色我们还是蘸底色，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调色，调少一点点的颜色，就是笔在这个盘子的边缘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盘子的边缘调一点点颜色。好，画一个大的花瓣。
好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稍微深一点点啊，稍微深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延伸一点点，往后延伸，稍微大一点，宽一点。花型的话，我们还要慢慢去调整啊。这个花型的话，目前因为它是拌过的，其实拌过的更加不好画，就是你要后面要慢慢去调整它的花型。好，再来蘸一点这个笔尖，蘸一点颜色。好，蘸有一些这个稍微碎一点的花瓣进来，不要每一个都是大的花瓣，可以加一些这个稍微碎一点的花瓣。好，这一朵是主花，这一朵它只是衬托，为了衬托它的。好，底下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底下这个大花瓣我们又要用深色的啊，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把这个整个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啊，都调到笔肚上去啊，都调进笔肚上去，调多一点哈，调饱满一些。然后调这个胭脂，调这个胭脂也是要调多一点哈，调饱满一些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在前面这个花瓣的后面啊，注意它的一个层次，它是在后面的。我们要慢慢去整理它，缺口稍微蘸一点点最深的颜色。好，看一下啊，再来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整理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花型哪里需要去整理的，感觉这里需要整理一点深色的花瓣进来。好，这里也是需要整理一点深色的花瓣进来，稍微细节上稍微整理一下。然后我们把这朵花就画成一个倒景吧，前面这朵花就不画成倒景了，后面这一朵咱们就画成一个倒景。看这里再加一个花瓣。把这朵花咱们画成一个倒景的啊，来，我们蘸一点深色的，蘸深色的来画出它的这个倒景的这个特征。
这个特征的话，我们不一定说一定是按真花1:1的去做，就是自己看着这个花的这个形状去处理啊，自己看着这个花这朵咱们画面上的这个花的这个形状啊去处理。好，这个牡丹红再来一点，牡丹红少了一点点。牡丹红没有了，再加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个让它卷起来。好，这一笔我们加一点胭脂啊。这个花瓣让它一半红的，一半浅，一半深的，一半浅。太干了也不行啊，笔上稍微加一点点水。好，把这个导景的特征把它要表现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整体这2朵花。这一朵也是要加一些花心，来加上一些花心吧，加上一些花心。
这里再点几颗吧。就我们通常画2朵的时候，你后面那一朵可以不用画那么实，稍微的花瓣与花瓣组合之间可以稍微虚一点。这个刚刚复色、复颜色，因为还没有干，你去复笔的话，有一点晕，有一点晕开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再调整一下，有点晕色啊，这里。看一下怎么布局哦。